管仲爷一领情千古，白眉神再定亿万般。这是旧时季家门框上常贴的一副对联。管仲乃昌纪祖师，容易理解。那白眉神是何方神圣呢？在众多史料记载中，白眉神有多种化身，或谓白眉神即管仲，或老狼神，或谓白眉神为关公，或谓白眉神为道直，或三郎神，或谓其为二郎神，或谓其为远古三皇时之灵官洪崖先生。种种说法不一而足。白眉神早在明代即已出现，但最早何时出现无考。明代有无名氏著《如梦录》，其街市记第6称，开封城中五圣角大街路东有皮场公庙，向南3间黑大门，匾曰富乐院，内有白眉神等庙3、4所，各家盖造居住，亲拨27户，随驾伺候奏乐，其中多有出奇美色妓女，善诙谐、弹穴、抚操丝弦、撇画、手弹、鼓板、讴歌、促圆、五弦、九令、猜眉，无不精通。每日王孙公子，文人墨士，坐轿乘马，买俏追欢，月无虚日。清败类超迷信类，昌家魔术条载，昌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季家必供白眉神，又名袄神，朝夕祷之。至朔望，则用手帕蒙神首，赐神面，是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将坠于地，令食之，则悦而无他意矣。这位白眉神是什么样子呢？据名沈德福云：近来侠邪家，多供冠状谬相，余窃以为亵渎正神，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常染伪帽，骑马持刀，与官相略笑，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立，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乘帽手仇，其伪见可知。侠邪会之，乃驾名于官后，方娶娼女，初见枕于人，必与其爱家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一说白眉神即管仲，又名老狼神。旧时每年正月11日、6月11日，安庆各家妓院都做老狼会，嫖客们呼朋引类，摆酒赌钱，妓院乘机大捞一把。胡普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也曾谈到，江苏各地每逢6月11日，妓女有老狼会，会时诸妓极易修饰，陈设鲜言，要求平日所欢者，为之设宴张乐，为之做面子。此俗由来已久。过去南京钓鱼巷是著名的花街柳巷，里面有一个老狼庙，每逢农历6月11日，这里都要举行拜老狼神的庙会，老狼神就是管仲。据《金陵岁时记》说，神为管仲，盖女驴300之所由来也。管仲的形象是常染伪帽，骑马持刀，眉白而眼赤，因此俗称白眉神。妓女们奉白眉神为祖师爷、保护神，十分恭敬。其他地方的妓院也有建老狼庙的，没有庙的妓女干脆就在屋里供奉。大概妓女太多了，有的并不知道他供的是谁，只知道是白眉神，因此白眉帽是娼妓神最大的特点。管仲为什么成了白眉帽红眼睛？有人听老鸨的解释是，因为管仲执政40年，娼妓这一行当到他老年时已蓬勃发展，妓女队伍壮大了许多。他作为始作俑者，中间自然少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而他年事已高，眉毛既白，行事不利，少不得喝些酒服点药，以致两眼发红。此说甚妙，在中国官场政界做人行事的好处尽在其中。传说与附会正是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前面我们在说到创业祖师管仲时，未见有管仲形象的具体描绘，这里老鸨的解释无疑为管仲、老狼神、白眉神做了一个注脚。一说白眉神即关羽，妓院信仰关羽，应该与一般百姓的祭祀无异。但为什么沈德福有近来侠邪家，多供冠状谬相，余窃以为亵渎正神的错觉呢？北京城里关帝庙数十座，轻盈小班的娼妓们为什么只信仰特定的关帝庙呢？这里有2点要加以说明。一是关老爷应该是管老爷，管因进而致物，管指管仲，妓院记的是管老爷。妓院中人并不欲外人窥其旧礼，宁愿以讹传讹，不欲纠正，
以正神遮盖邪神的丑陋。一是关羽信仰在妓女中确实存在。据方向先生研究，富春江上船昌供奉的保护神却是关公。其祖父方振南说，九姓渔户开头供的神是关老爷，即蜀国大将关羽。关羽的水军颇有本领，曾水淹七军活擒魏将庞德，打鱼佬对他很佩服，又因关羽二字之音近似管鱼，关羽坐镇之地荆州附近的打鱼佬就奉他为鱼神。九姓渔户被贬船居延州府境内江中后，其渔人和渔妓仍信奉关老爷。过了一段时间，地方官吏的管理放松了，打渔、当妓女这二种职业分开，渔娼的艳名日著，嫖客中的文人也多了。他们见关羽被当作祭船之神不以为然，有人细改为白眉红眼状，说是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马良，关羽的部下，马良是双关羽，还有传记的下体好之意，但俗人称为白眉神或红眼神。一说白眉神，即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道直。道直是古代著名大盗，从族9000人，横行天下，亲报诸侯。道直成为娼妓之神，与民间传说有关。明赵南星传有孝赞一书，其中第72则记道直为娼神之事。道直死后，魂灵不散，打劫的财物一些带不到阴间，饥寒难忍，意欲做贼，征奈喽啰们一个也没有。阎罗王怕他害人，不许转生，连禽兽也不许他做。道直无奈之下，到处罗造，娼妇人家便替他盖下矮小庙宇，涂些酒食，因他排行第3，叫做三郎神道直。这个神见了小鬼也要回避。道直英勇善战，先秦典籍多有记载，至于他有无淫行，则未见记载。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2集题未定草六》中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墨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枉？善战之士被捧为淫神，原因应当是中国文献常常把性交说成是战斗后世的房中书和色情文学，将性交过程讲得绘声绘色，如同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一样。床地有如战场，男女相交为肉搏，尊道直为娼神，难道是娼妓的想象吗？自然，道直之成为娼神还有待考证。白眉神的被创造，自然是娼妓行业发展的需要。就妓女个人而言，礼拜白眉神既能满足心灵需求，也是求神保佑生意顺畅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生意手段。名人田一恒所传《刘清日札》云，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美之硕望，则以手帕汗巾之类扎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打乖空头者，则以帕撒拂其面，一晃而过，则子弟之心自然欢悦，相从留恋不已，盖花门艳术也。所以他们的礼神敬佛是有着现实的生活基础的。历史上的中国虽然不是一个纯宗教性或政教合一的国度，但是道儒等宗教也对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神灵信仰体系十分庞杂。这种状况也深深地影响了娼妓业的神灵信仰。与民间社会的信仰一样，娼妓业对自己的行业神常常怀着崇德报功、崇信敬仰的心理，他们供奉创世创业的祖师与神灵，在妓院内仪式上设坛祭拜。除此之外，他们的语言、行为与习俗等方面无不浸润着种种迷信的成分。